好，来看看今天给大伙儿带来一个废话满天，给大伙儿继续表演的啊，所有的人物啊，除了黄忠之外的招降石降将啊。其实现在如果联系这个飞花大神给大伙儿表演的话，也确实是可以表演的，只不过他现在啊直播可能是比较忙，他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，总是玩一些这个改版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人改版确实也好玩，只不过呢看不懂哈。当然不多说，咱们还是既然要把这个系列全做完，咱们就给大伙儿好好做一做。这一次呢，给大伙儿做血照云。血照云，这个血照云呢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，应该说是当初啊，除了诸葛亮来说啊，人气最高的一个人物。这个人物呢，他有什么子龙啊、朱雀，什么傲气中华，还有这个前手，这个前手啊。摁前手的时候呢，点连击就可以形成多连段。这个赵云呢，很多人都说啊，正版的赵云所有的人物啊都是这个正版的比较猛。所以但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血赵云，咱们这个血赵云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要比这个绿色的赵云要猛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赵云呢，他直接就可以一顿神跳，前手也非常好，上手也非常快，他的必杀也非常猛。所以说你看，包括他有一个这个往前扎这个招式，这招呢用来追地也比较好。包括咱们拿上梨花枪之后啊，这个人物就比较屌了。我是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赵云应该是比那个绿色赵云厉害。但是那个绿色赵云呢，他的技能实在太厉害了。比如说他有冲刺型必杀，有一个冲刺型的必杀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技能的火必杀啊，特别厉害。他技能火必杀配合招降的这个武将，比如说徐晃，真的是厉害的都要爆炸了啊！厉害的要爆炸了，牛逼的要死的啊！好，当然咱们不多扯。赵云这个人物啊，无论他多强啊，都是可以理解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人物他就是牛逼啊！他这个人物吧，对吧？就是你无论是日本人做还是咱们中国人做啊，就是赵云这个人物是逃不开的，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一吕二赵三典韦，对吧？这个赵云这个人物呢，虽然说在正史当中呢，并没有什么特别这种万人敌的这种领兵作战的这种战绩啊，也有，但是少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五虎上将呢又没有他。这个正史里面是这么讲，但是呢，演义里面赵云啊一身都是胆，对吧？这个赵云呢，应该是排第4，啊，排第3呢是一身都是肝，啊，然后排第2是一身都是肾，排第1都是一身都是钱，啊，就是四个排名最高的啊，一身都是肾的啊，就是非常屌啊。打风展翅，好的，神龙骨水，这个赵云打血还是比较好打的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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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赵云呢倒是有一个事儿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。其实赵云呢，很多人说后期这个刘备不信任赵云了，是因为这个赵云耿直暴矮啊。本身赵云嘛，就跟这个刘备他俩是好，其实他们后来咱们说是对吧，属于这种君臣也好，还是这个上下级也好，都是可以理解的啊。啊，前手一撮，这个也有后前手的必杀，你看这个也有，那还扯个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这个必杀打分也快啊，大风展翅，但是打血不多啊。走，好，独眼夏侯，劝其归降。咱们都想就是确实太了解了啊。主要还是玩这个人物而已。昨天我也说过这个悖论，就是说正常你选去死吧，然后呢张辽来救，你选择劝其招降，张辽，尽管你还是非常的大意，说是个杀不可辱，但是张辽已经仿佛看到了事情的走向，就是说你肯定会被打败，然后被打败的基础上就是我某愿降啊，某服也，所以说张辽也不来救了啊，有点狗啊。这么一看，这赵云反正是，他这个前手这个，我觉得特别厉害的，因为他可以在歪轴，你看他可以在歪轴那么远的地方上还能打出这个判定，特别适合这种单挑怪啊，特别适合的啊。三国外传，其实甭管是《三国演义》反《三国演义》，
反《三国演义》这个反不是反过来的意思啊，就是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他把一些很多的东西给你补充了。《三国演义》本身就不是历史，所以说你怎么改编它都是可以的。你看啊，现在有很多的人，你包括你现在改编三国、改编西游，有一个什么，如果是有这个名著法，有4大名著法。不允许恶意抹黑和改编，这个我没法多说。但是事实上呢，你比如说4大名著里的这个《水浒传》，它基本上85%到90%之间都是虚构的。它除了一个框架，还有一些所谓的一些配角，主角基本上都是假的啊，主角基本上都是假的。而这个你像这个《红楼梦》，那就不用多说了，纯虚拟的。《西游记》呢也是虚拟的，它也是这么一个框架。所以说这个呢，你又不好说。但是《三国演义》，你说我要是改编它，很多人说改编的有点不符合历史，那《三国演义》也不符合历史，怎么说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觉得大家伙啊，对于这，包括还有很多人写小说的，不要考虑这些问题。你像这个张老师说，对吧？这个孙悟空有几个女朋友？对，有女朋友怎么了？猪八戒还有媳妇儿呢，对不对？人猪八戒何止是有媳妇儿，人是明媒正娶的媳妇儿。开玩笑呢啊！再有，你孙悟空有个女朋友怎么了？对不对？那孙悟空有几个女朋友啊？那对吧？对吧？人妖不分啊，人妖不分，是非颠倒。我说那孙悟空他不就是妖怪吗？我真是服了啊！《三国战记2》为什么没有《三国战记1》经典？因为没有《三国战记1》经典，所以说没有《三国战记1》经典，就是这么简单嘛。经典这种东西，我跟你说，比如说98。我告诉你，98呢，就平衡性来讲，那比97要好一点，但是98就是没有97火，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啊？那还有呢，2002，对吧？也是被誉为当时不错，对吧？包括当然呢，很多人说，那你说越早的越经典是吗？也不是，比如说95就是特别经典的一个作品，也是格斗游戏当中就颇受好评的一代。但是为什么95就不经典？因为它也是生不逢时，它太早了。啊，有人说早也不行，很多人那更早，那你说他早，那街霸为什么火？那他又是更早了啊，那又是另外的说法了，对吧？那就没法说了。所以说这个1为什么没有2？为什么没有1火？其实2还是比较好玩的。1里面呢，这个画面呢比较平滑，2里面呢稍微的动感一点，但是呢，而游戏设定也非常的丰富，包括每个人都有专属武器。缺点呢就是没人玩啊。没人玩你管我，对不对？那你能管我吗？对不对？拳皇99并复出，拳皇2000啊，应该说那拳皇2000，人家对吧？咱们楼皇说啥呀？对吧？那就屌的要死啊！对，其实有的小伙伴说的没毛病，就是关于这个 bug 复制物品。不能说 bug 复制物品，说错了。其实你说的是这个，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有无法复制的，这个是《三国战记2P》，还算挺流通的。我告诉你，玩的人不少的。但是《三国战记2》其实是真没有新手玩，没有菜逼玩。你像我这种菜逼，我永远不会投币玩那个游戏，对吧？什么必杀都是放在框里的，什么又加士气值，根本就玩不懂那个版本啊，那个版本玩不懂。《三国战记2P 我还能玩懂，比如说复制版，其实还有不复制版，就是 V205 版。但是复制和不复制玩的人都少。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你像97为什么火？97的 bug 多，哎，你看它除了时间问题，它 bug 也多。它这个 bug 吧，对吧？也加上它这个游戏的这个平滑度，再加上音乐，再加上那个小的时候，对吧？这97那种鏖战的感觉啊。那当然呢，《三国战记1》也一样。比如说咱们刻盾书立那个人盾，对吧？立那个天盾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包括像什么咱们有，对吧？咱们有一些115版本的当中，还有很多那个复制，有复制无限酒葫芦的，对吧？有复制无限盾书的。总体来讲就是赖啊。2的话，我在游戏厅常见，我在我们这个黑龙江呢是很少见到《三国战记2》的啊，都是《三国战记2P 之群雄争霸》嘛啊，就是 2P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在我去深圳的时候，2006年了，那时候我去深圳。我还真的是要告诉你，真的是很屌啊！就是在深圳的时候呢，没有《三国战记2P》，全是《三国战记2》啊。然后包括在深圳也是，玩97的人玩的不多，哎，全都是玩98的。
玩酒吧，当时我就见着那个人，我认识一个小伙子，那小伙子呢，这个应该是比我小1岁吧。那小伙子梳个小平头，玩酒吧玩得好，他玩酒吧啊就是8神。那个时候我无论怎么想，我都是不知道他怎么摇出来的。就8神爆气之后，一个萧峰，酒吧里的萧峰抓过来之后跑过去一个重手接超杀，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招特别难练，真的，我当时觉得这什么手啊，这招都能练出来啊，厉害。好的，大鹏展翅。大呼啦圈，你说那个是傲气中华，是傲剑中华还是傲气中华？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没错，那个小伙就是我，那没说的啊。当时我在那个深圳那个宝安区龙华镇有一个山嘴头，然后我又在一个叫景轩酒店的那个地方，这2个地方我都待过。然后在他俩就那个山嘴头边上有一个不远的，但是走也得走5分钟吧，5到10分钟吧，有一个游戏厅啊。日月双华，傲气中华，日月双华，对，是叫日月双华啊。诸葛亮刷分的已经解说完了啊。前2关一共才30分钟，没大伙想象中那么长时间啊。第1关12，第2关18。其实街机呢，当时省钱。我们网吧刚出的时候啊，其实不是网吧。最开始的时候不是网吧，我们这边呢是黑电脑屋。电脑屋呢一般都是从最早的电脑屋呢是玩什么呢？玩红警，95大红警。然后呢，后来对吧？还有这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就那时候都是 DOS 系统啊，都是 DOS 系统。我玩那个什么呢？玩这个，还有什么《仙剑奇侠传》，但是我玩不起，我是用世嘉土星的玩的啊，就是卡碟的玩的，有记忆卡。但是呢，我后来这个玩，你看后来又有什么正常的那个红警，比如说电脑屋出来之后有 Windows 98了，就说95都没怎么玩，直接上98了啊，直接上98的。然后我一看玩的什么呀？我一看玩的是那个什么反恐精英啊，玩反恐，我们管那个叫反恐，那时候不叫 CS 反恐。然后红警就是共和国之辉嘛，对吧？共和国之辉严格来讲它不是正版，它是改版。然后呢，我就玩共和之辉，我们那时候也玩。后来有网了之后呢，我记得当时最先玩的是啥？联众，有个叫联众的一个什么对战，这不叫对战平台啊，它就是那时候没有斗地主，那时候就玩扑克，下五子棋啊，我玩那个。后来呢，那时候还有什么边锋啊，还有什么边锋什么那个平台，反正挺多的，我就说的你们一说你们就知道。然后呢，那些门户网站什么新浪、搜狐我就不多说了啊。再有一个特别屌的是啥呢？特别屌的是又横空出世的一款游戏，叫江湖，是一个论坛的那种文字的啊，那种就是有数据库的。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，还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横空出世，出现了一个什么酒聊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抢麦。那时候玩那个游戏也不知道为啥，玩游戏是骂人啊，就是按 F9 对吧？抢麦，抢到麦之后上来就开骂，一人麦上有麦序，开骂，知道吧？我当时起个名字叫我是吼，对吧？我起个名字叫我是吼人。我跟那里面待的，我本身不想骂人，我寻思大伙一起唠唠嗑，我给他戴个耳麦还挺嗨的。结果那里面就说啊，我一看这个房间里面有个叫对吧，叫我是好人的，你是你，哎，我操你，给我骂，我说你是不是傻？我后来我就跟他骂起来了，我真的啊，我也服了，我说我就起名叫个好人咋的了？你给我发个好人卡得了呗，那不的啊，贼嘚儿啊！后来听那个沈阳小伙，但是沈阳小伙我们关系还不错啊，就是他也玩97，他叫航乐嘛。这个在直播平台还没有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 YY 我们常连麦啊，就跟那个沈阳小伙。但是沈阳小伙现在皮了啊，我就不跟他扯了啊。小伙这个有点东西的，他还差我个录音呢，我告诉你。当时我说你要给我们4355出个录音这个事儿，
因为有老伙伴都知道啊，那给我没出录音，这事儿欠我录音，都是这样开头的。你别闹了。但是我实话实说，哎，你看摘云手啊。但是吧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事儿你不能怪我啊。那个小兵，哎，再往后退，你看，你还怕什么怕？没有必要怕的啊。那小兵他只是走过来瞅一瞅，看看司马懿死没死，没死让你加油，让你开点打。后来那个我玩的传奇，我上来就是第一个区没赶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玩的2区，我玩的是2区雷霆2。然后呢，玩了个道士，玩到36级，我36级70%了，我还带着一个骷髅，我还带着一个7级骷髅，在什么蜈蚣洞啊等地方撇灵魂火符呢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，后来到36级70%的时候呢，我就整了一本狗书，我才真正的带上了一本叫召唤神兽的东西。我操，那真的是服了啊！但是我告诉你，其实啊，猥琐的升级又不费药，还能回去打到极品，还能回去卖金币，然后呢，这个还能打到什么炼狱银蛇呀、生命项链什么之类的东西，就在蜈蚣洞里打。你就记住一句话啊，哎，用这个道士7级骷髅比狗快，你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信我的就好了啊。后来吧，出了私服之后，我就开始玩私服了。玩私服，因为我手把可以。我之所以以前吧升级慢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去那些变态地图去打吗？你们可能不相信，但是我说的是事实。我不喜欢去那地方打呢，不是怕跟人抢不过快，是我一步一卡十分潇洒，一步一停十分有型，卡停马上黑屏。这个我们那时候那个网速啊，它就不能有人开网页，你开个网页听个歌都不行，何况还有人看那个 Flash， 对吧？那 Flash 那时候火呀，对吧？比如那时候比较火的 Flash， 比如说最开始，对吧？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，俺们那嘎特产高丽参，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。我们还有好多啊，还有好多 Flash， 比如说像什么那个，那时候有几个做这个的啊，比如说比较出名的是那个，就是打电话记。你们知道那个姜昆他说了一个春晚，说了个相声吗？啊，就是喂，我早做润发，是吧？那个打电话记那个时候，对吧？就是找李登辉是吧？找连战，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。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说哪个地方喝酒，几只老鼠说喝酒的事儿啊，哪个酒喝得多啊？就是那种就有人看，你知道吧？就有人看啊，就绝望的生鱼片，对，就那个忧郁的小轩啊，绝望的生鱼片，我真的是服。他们只要一看啊，我就直接就再见了，知道吗？我那个瞬间就磕压卡呀，知道吧？绝望的生鱼片是真的专业。那时候还有首歌，除了绝望的生鱼片之后，还有那个黎明的歌。黎明有一个叫什么爱天爱地，还不是全日爱的啊，可能国语和粤语的那个名字不一样。总体来讲就是贼皮啊，对吧？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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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就这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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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雨后小故事的那个太狠了，那都无敌了啊！我记得那时候我看那个张家辉的那个电影里面还恶搞这个，给我逗逼了啊！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卡。我玩那个传奇的时候，后来我玩私服的时候呢是怎么回事呢？后来玩私服的时候吧，其实也卡，知道吧？有人看也卡，但是呢我就比较专业了，因为他没有这个点卡这个手腕，玩私服没有点卡。
那时候私服的变现是怎么变？我告诉你啊，它就是怎么变现呢？很简单啊，就是卖装备啊，你给我打钱，给我银行卡给我打钱，我给我汇款，我给你卖你装备。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条路啊，没有别的啊。那时候不要想着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啊，反正贼皮啊。网尬 PP 店中电离 POCO， 私服好整，我都开过好多私服的。私服其实就是开个服务器的话，你主要得有变现手段，知道吧？输入 IP 地址才能玩。对呀，那时候有的时候这个补丁没有，还得下补丁，下补丁相当于特别难。你网吧里面吧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网吧吧。你下载个东西，那时候那个时候网络极其不安全，全都是盗号的，各种木马、QQ 号都能盗，对吧？你没有密保就再见，很多就不真的就是说，所以说他整一些什么还原卡，那时候我们有还原卡，网吧呢还原卡呢有硬件还原卡，还有软件还原卡。硬还原卡呢，对吧？也有这个密码，也能破，其实也能破啊，软件还原也能破。如果没有那还原卡，那电脑就废了。但是你有还原卡，你好不容易下的补丁，你总不能每次来你玩都下，你不下就是黑的黑屏，对吧？然后你人物也没有，多嘚儿啊，对不对？怪物也没有补丁，老嘚儿了啊。这个是真方天画戟，刚才拿的是真方天画戟，是带火属性的方天画戟啊。这个真方天画戟呢，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懒子啊，微微有点懒子。传奇冰霜，最开始是虎卫外挂啊，传奇冰霜，还有个叫什么简单外挂，然后才是及时雨。炒螺蛳粉没吃过，没有，我感觉应该是挺猎奇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其实那时候那种外挂呢，还都是私服呢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它就不疯。真正的有很多挂，什么一步三格，什么刀烈火、暗杀。什么魔法那个双倍魔法什么，它这个不叫双倍，说白了就是快速施法。然后那个乱码七各种啊，贼赖啊那种什么东西的啊。好的，看看方天怎么来的，第4关就有了，它应该是第3关就有了。方天怎么来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三国战记2P 呢，你选专家模式之后呢，你可以调。你调那个在张飞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还有庞统，还有马超那里，你可以调出3个东西。第一个呢就是虎符，第2个呢就是令旗，第3个就是真方天画戟。真方天画戟呢，你必须要调出来之后，啊，你必须要调出来之后呢，你才能打出来这个东西。在这个调出来之后呢，你要招降才行。招降什么呢？招降这个张合。在给他扔了神中古水之后呢，你去在他爆气的状态下，你去撞他3下，这样的话他就会爆出一个真方天画戟出来。这个真方天画戟啊比较面啊，不要以为它多厉害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如果要是方天画戟的话还能强一些，真方天画戟就真的面啊。变速齿轮。后来我们看那个外挂，除了脱机挂写脚本啊，其实还是挺简单的。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挺简单的。真正啊，那时候有卡什么双斗笠卡成神秘人，双头盔双斗笠，然后呢什么那个这个比如说那个有很多锁血外挂，零血不死，哎呀那些是真的变态啊，那个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好，看看来到了曹军路线，梆梆梆梆。梆梆梆梆梆梆
梆梆梆梆，救了之后直接打死张合，撞小兵。你得撞张合，你撞小兵有啥用啊？强制交易，强制交易也是有点逗啊。好了，一个毒。在这个 power up 的这个地方，一定要多打点血。你有4颗气啊，兄弟。好的，我们看看飞花大神啊，这个打的有点慢了，但是呢，你懂的啊。既然咱们能做，说明它是非常极限。又是一个 power up， 大鹏展翅，大鹏好的取消一个杀，逆向一个毒，还没毒上，一个扣，又是没连好。还得是用这个单排阵，兵戟阵，有点东西啊。按住 F9， 我给你复制，懂的都懂。我们那时候还玩那个赌的玩法，怎么玩？我跟你讲哈，就是扔装备。大家伙都知道，装备扔下来之后呢，这个东西啊，它扔出来之后呢，肯定是放在，肯定是你左上角的一个格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往地下扔。我往地下扔，你就捡，对吧？我扔完之后你捡，你抢到了就是你的，你抢不到的就是我的，知道吧？你抢不到的话就是我的。然后这时候该你再扔，对吧？一人扔一次，你谁捡到了归谁啊！就是玩那个啊，贼逗啊，玩这个。来吧，看看啊，一会儿一个大斧直接就给赵云劈开了，直接就是大石头。你看这个石头啊，开山大斧，大砸 ，Go Go Go！ 虎逼来也！小狼玩传奇红名过吗？别闹了。我记得最狠的是啥？那时候吧，玩官服的时候，我同学他打了个什么呢？他打了个婚戒，你知道吧？打了个求婚戒指，那是全服第一个求婚戒指。一帮人去同心小径抢，他抢着了，你知道这些点儿也好，你知道吧？上来就抱一个求婚戒指，他抢完之后，这玩意儿你就结婚当时那个系统，你想想，对吧？结果呢，这个就有人收，他呢就卖了很多东西。那个时候吧，他没有支持人民币交易，否则肯定是要卖人民币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就用这个什么交易了？就用这个物品交易了。他其中呢就换了一个装备，这装备的名字呢叫罗刹。他一看这个罗刹是干什么用的？罗刹啊，它这个你得加到诅咒加10，你才能有效果。所以说呢，就对吧？就嘚儿喝的，就去杀小号，自己去就见小号杀。结果呢，终于给自己杀到祖10，然后结果在那个红明村泡了20多天，贼嘚儿啊！这个是真的是嘚儿，我真是服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后来啊，就大概是什么意思呢？好了，必须用降将打死，然后下蹲啊，才能有这个特效啊。某福也，你看这个胖子啊。他过来瞅一眼，看这个许褚投降了，立马就跑了，扭头就走了，然后回头扔了一个石头，赖逼，是吧啊？后来啊，我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贼有意思啊！后来我玩传奇红名，我那个时候吧，都聪明，都害红名，谁自己打红名啊？害红名，知道吧？大伙能理解吧啊？害你红名再打你，给你干死，贼捞啊，贼捞。有这个想法。害红名这招就赖。你像有的人给那土城 PK， 那法师嘚儿喝的往地下放火，你就看一帮小号往火里一走，然后你看那弓箭手唰唰几箭啊，那法师当时一脸懵逼，脑瓜都大了，我咋的了？我咋就死了呢？贼嘚儿啊！这东西你没法解释啊。
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特别有意思，那时候安全区你穿人，穿完人之后呢，可以把人挤出去，你知道可以把人挤出安全区外面去的。怎么挤呢？人多好办事儿，是吧？一个人挤不好挤，你得找一堆人来挤啊。当然呢，你道士好，你可以招狗，对吧？招狗，然后你把狗卡到那几个位置上，它只有一个位置能挤出来，要不然就是你被挤出来，要不然就是那个人被挤出来，然后一环扣一环，最后把那个人从安全区挤出来就干死，然后抱东西啊。如果他能带自动登录的，他还能再着。还有就是有人就睡觉之前不关组，不关组呢，我就组上他，组上他之后呢，就是比如说有天地合一的啊，当然呢他也得开天地合一不靠谱，因为他得开允许天地合一。但事实上呢，我告诉你，最狠的就是带他进地图，有的地图可以组队呢，队长可以带他进去，然后呢就直接就把他传进去那个地图里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贼嘚儿啊！堵猪洞的门那也都干过。我朋友最狠的是玩那个180版本的私服，他最狠的是啥呢？人家都是买开天加麻痹加什么装备的啊，他不的，他买啥？他买了个隐身戒指，隐身戒指是花了20块钱买的，对吧？我们都是花那个，对吧？都买开天加麻痹，他买个隐身戒指，他就在那个魔龙那个地图，就魔龙东关，你知道吧？他在魔龙东关戴个隐身戒指，然后站门口，记得吧？他站门口。就只有一个位置啊，他带着一堆怪跑进来，不能回城，无法回城，也吃不了药，你知道吧？就最后生被干死，生被小怪干死，老坏了，我跟你讲，贼坏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有一个方天画戟可以接必杀，你说的那个是解锁了版啊，可以解锁的版。好了，多谢相救。对，那个刚逮了说的，对吧？也是有那个玩法，就是没有血了，然后呢，残血了之后呢，你在安全区里打他，你在那个什么武器店啊什么的啊，杀人不犯法啊，他也不爆东西，但是呢，他把装备脱了，然后在外面野蛮冲撞，把自己撞死，这个也有啊，但是这种呢，其实套路起来啊，还是不太方便，所以说法师啊是最讨厌的。这个法师呢，他就放火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这个设定吧，贼捞，你知道吧？他搁那放火，那有小号就是烧死，你就红名，你就没招啊。来看看，大风展翅，前前挫，再大黄，一个扎。玄武出去，每次都得用这个路子打啊。这个路子呢，其实你们看时间长，你们都学会了。双神器加明明策，曹操上手。曹操呢，关键时刻如果是你发挥不好，你可以用曹操来打这个吕布的啊。其实我是都能玩，我是76也我不太喜欢玩70的，因为70吧实在是太单调了，这点嘛就是所以说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但是76我是非常喜欢，76呢也是人多好办事儿，80呢说白了你就不一定是人多了，有时候80你要玩的好了，对吧？运9大战士，对吧？你什么人我说秒你就秒你，有时候。对吧？76你再大战士，那76也没有运9啊，理论上来讲，对不对？76的话，说白了，你顶天给自己武器能加个7，首饰几个极品也还好，秒人谈不上，但是打得过是人家2个人打你就是玩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在相等的这个网络环境之下啊，相等的手法之下，不出装备啊，而且76里面，比如说你选个道士。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战士狗死，战士你一顿走他，对吧？来的。好了，看看打了个公4死，那你也太狠了。公4死神手套什么无点？咱们看看咱们这个解说游戏怎么突然变成传奇展销会了啊？
那我也只能告诉你啊，现在出售对吧？出售麻痹戒指啊，有要的来。好的，你可以看到直接就给这啊，你看这多赖，放一个火，然后直接就是上这个徐晃，直接把大象烧起来了，太猛了啊！徐晃是整个这游戏降将当中的神将，攻击力最高。好了，居然不要张鲁道战袍，要这个蛮王藤甲，也是有点东西啊。布拉格是狠，当时我记得那时候那布拉格，那好几万人，那都是在线打家族战。还有个叫滴血誓言的，是我朋友给那个家族里带，他带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天地法团啊，就是每个人都是带这个天地合一，带记忆套，然后这个记忆套呢，每个人都是飞进来组队，飞进来，然后死在皇宫里，你知道吧？死在皇宫里之后呢，那时候他死了，他也不掉线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他就直接就是天地合一，然后组上另外人，把另外的人一起招进来，一下能空降个好几十，反正是挺赖啊。好，看看神龙古水。这个连环火甲车感觉没什么用呢，射了2箭老虎都射不死，我也是醉了啊。我去传奇当团战指挥，我以前当过啊，我去没有啥意义啊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他，我跟你说有一个套词儿，你知道你玩那个传奇指挥有套词儿，首先就是第一个套词儿啊，3个字，速度快，知道吧？来哪集合，几点位，速度快，就这个啊。还不知道这个速度快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我真是服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，先不扯啊，勾引下来，雷，腾腾腾，音乐变了，看没见？这个当年你说玩这个游戏没有攻略，研究出这个东西的多厉害，你说啊？哎呦我去，这大坛子！好，道家秘本。下一个是道家法典，攻城放战歌，战歌有很多种战歌啊。好的，直接放火烧死，牛逼！滋，相信自己，还有什么我可以，哎。那个时候还有打那个，就你们看，好多人打那种电话的，有骚扰电话的，有那种专门给什么黑社会打电话的，有什么给那个催收打电话的。现在你看，好多人都有，这阵儿可能不火了，对吧？比如说像那个很多人都知道什么酷酷的疼是吧？什么冒蓝火、加特林什么的，火了一阵儿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准备好大砸，一个砸，好的11连。你看这个血量啊，非常的爆。但是最开始都是玩剩下的，那个时候包括还有什么才子，对吧？哈尔滨的是吧？他也是打电话。那个时候我们早就打电话了啊，只不过我他妈就说，我说精神病，你办个网络电话他妈不交钱呢？那时候打电话吧，有挺多都是演员，但是我们是真的没有什么演员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打个电话给那个张木头，张木头是东莞是哪儿我忘了啊。啊，给一个老鸨子，不是说给一个龟公，就是给一个男的打电话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说我在哪个酒店，贼赖啊！好了，一个大砸，你是不是小花？又是一个火来啦，直接烧死！你看，放火加降将，但是千万啊，你放降将可以，千万不要放曹操，否则你会哭的啊！奉先威名远播，某求之不得。奉先跃为阁下副将，扔，有了吕布，其他人都是懒侠呢，知道吧？啊，对呀，就是那个时候有好多人打电话，而且都很有才。
但是呢，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吧，我告诉你啊，也是赶巧了，对面也配合了，确实有真的，但是呢，有挺多都是假的，都是有这套都是说整好了的啊。哎呦我去，大鹏展翅是狠啊！一会儿看看双 boss， 那就不用多说，他双 boss 的玩法就是那么个玩法。他这回肯定是要爆气玩的，这个赵云实在是太猛了啊！他比这个什么其他人物猛的不知道多少倍。说白了，诸葛赵云在这个版本当中还是无敌的，真的。好了，白虎朱雀一个爆气，看一下前，你看他这个下上带这个多段的，你看这个比较赖啊。曹操直接就秒了，不考虑你的感受了。好。胡抓，一个火，我来啦！哎呦，我死的太惨了。其实这个死的不够惨，他开始神器没放好，他把神器放好之后可以一起打，结果孙权跑掉了，否则早就秒掉了啊！好，来自于咱们的飞花哥啊，给大伙表演的赵云啊，血赵云。一命招收10降将，非常轻松啊！这个就成这10个版本，你会发现这些玩法真的是无敌了。反正总体上来讲呢，这个作品大家伙儿看一全套也挺不容易啊。今天在解说过程当中啊，穿插了很多这个回忆梗，抱拳的哥啊。总体上来讲就是2个字，牛逼。